佢幾薄？呢個印度飛餅，我苦練咗成3個月。放過小魚啦！將全部嘅技巧濃縮喺3分鐘。先收藏呢個視頻，需要嘅時候幾時都揾得到。我會將飛餅嘅過程分成3個階段，分別係逗起、飛同埋落地。逐個階段解釋，俾你哋更加容易學到每一個階段成功所需要嘅技巧同埋常見嘅錯誤。如果你好似我咁玉木台面，就需要加一塊膠，令個台面更平滑。台面一定要均勻咁搽一層油，減少個粉團黐住個台面。搽啲油，用手掌推開佢，邊邊咧就要推得薄啲。邊邊太厚嘅話，飛塊皮嘅時候特別難拉薄，有時仲會向內捲。你亦都可以用手指先將邊邊壓得更薄。第一個階段係要學逗起，逗起都要學。咁你嚟試下啦。哎呀，塊粉皮好軟好腍，唔識就會扯到佢歪晒。我係柔柔，所以左手由上邊夾住塊皮，而右手就攝喺塊皮嘅下低。右手出力逗起，圍住左手走一圈，就完成基本嘅飛餅動作啦。但係呢度有一個地方要注意，第一次右手捉塊皮嘅時候，要靠近左手，一面飛嘅時候，一面逐啲移前少少捉，咁飛出嚟嘅形狀就會圓，唔會三尖八角啦。下一步就要學飛。逗起塊皮就以左手為軸心，右手圍住左手喺空中畫一個圈，然後放翻塊皮落台，左手放開塊皮，立即接住右手嘅位置，右手向前移，逗起塊皮，重複畫圈。第一個常犯嘅錯誤就係右手畫圓圈時，去到左邊嘅膊頭就向下，咁就好似揼生魚，塊皮俾你咁揼就會變長形。第二個常犯嘅錯誤就係右手去到右邊膊頭就向下，冇走晒圓形，塊皮嘅右邊就會向內接，又或者左邊攤唔開。第三個常犯嘅錯誤就係有啲人拉皮時手踭打橫舉，畫圓圈時就唔自然。正確應該係向前右邊舉，帶動手臂畫圓圈。你可以攞一塊毛巾攞嚟練習畫圓圈嘅手勢。如果塊布揩到個身，即係你需要再舉高啲個手臂。終於到咗最後一個階段，落地啦。右手一定要比左手先落台，咁樣就會射走啲空氣，塊皮就會平平咁攤開。右手同左手平排落嘅話，底下罩住嘅空氣冇掟走，塊皮就會接或者被撐破。一落地之後，你要即刻左手接住右手嘅位置，逗起個皮再次飛。如果唔係，你會睇到塊皮開始黐台，塊皮黐得張台太實，逗起時好容易扯爛。不過都有辦法，就係稱一稱起塊皮先，咁就可以冇咁黐台啦。飛塊皮嘅時候唔係一味要大力，因為太大力好容易扯出窿。我哋快速重溫一下全部技巧：左手夾住，右手逗起，兜左手畫圈；右手比左手先落台，左手放開塊皮，立即接住右手嘅位置，右手向前移，逗起塊皮，重複畫圈。因為冇人教，我花咗3個月一路試錯同埋苦練。希望呢個完整嘅攻略令你唔使行我嘅彎路。如果覺得呢條視頻有幫到你，俾個 like 我鼓勵下。你睇下佢幾薄，將剩低嘅邊邊拉靚，邊邊拉得越薄，佢就越 crispy。我哋中間灑幾滴嘅油，接嘅時候拉一拉先接，所有個氣泡喺入邊。零皮之間有空間，咁煎完之後會特別脆。而家我哋就攞去煎。你都未教人個粉團點整，因為避免條片太長，呢度專注介紹點樣揈餅。下一期我哋就由點樣做粉團開始，仲有唔止一種嘅接法，係 Roti Canai 嘅 A to Z。唔想錯過嘅話，就關注我高集6，
一上片就會推送俾你㗎啦。